能人异士医好了叶问，一定能够找到穆成帝的下落。多谢师傅。其实我早已经习惯了，本以为这是最后一次。原来是火的温度吸引那个黑影。一旦有人借口燃起火把，就必死无疑。心下我火的很。我明白了，他们讲什么呢？人。快走，师傅，走。
瓦施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用这个划过去。啊？用这个划过去？啊？万一断了呢？请放心，这块牛皮很坚硬。现在正是无奈之时，所谓色即是空，你只要不看下面，眼一闭，腿一蹬，人就过去了。来，双手抓紧，双手抓紧。哎呦，不行不行不行！我说过不要看下面。来，我数到3，你就跳。1、2、3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太高了。要么你先来个试验。我先过去，你一个人就更不敢跳。要不你就往回跑。那我来吧。手抓紧。1、2、3。哎，我先说一句，我记得我从来都是恐高了。然后我记得我大概3岁的时候，我就。师傅，这大佛跟以往我们看到的有所不同。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，党项人起源于藏地，后来辅佐唐王开疆拓土，立下了汗马功劳，被赐国姓李。他们笃信藏族传统佛教，受印度的影响比国内大许多。那些佛像穿着皆是唐装，但形象上更接近于佛教发源地的原始形态，所以看起来是有些出入。施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让我们的安全回来，什么神都有吧。要拜，就请到正中来拜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啊！这里又是什么机关？本以为带你来没什么用，现在看还可以。你看，我还是有用的。瓦施主，这下边的玄殿里一定藏有各种珍宝，也必定有更加厉害的机关，你可千万小心，万一有紧急的情况，恐怕我们俩也保不了你的周全。好，你放心。哎，他手里拿什么东西？那是灵光筒，里面放的是用死人骨头磨成的粉，所以发出的光是蓝色的。
也不唐人。蛇人的骨头。哇，我的菩萨，你原谅这个贼人。师傅，这里面有个竖井。啊。三星城国的鬼混吗？看来咱们到木门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哎，这里真有门啊！你确定你要先走吗？玄门好进，玄道夺命。这墓道绝对不简单。我先去探探。
妈呀！快枪手先生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！你刚才是手棒，你以后必须得教我一下。还有，我也要借一把伞。马施主，那金刚伞可是搬山一派的宝贝，要是没有多余的，可以给你。这个是不是刚才的那个鬼魂？那可不是鬼，那是秦国的大将翁仲。相传连神鬼都畏惧于他，所以墓门口都画翁仲的像看门。刚才的影像是氧化的油彩，太不可思议了。Looks like the gates of heaven and hell themselves. 正门如此精美，想必后面就是墓室了。这西夏人古灵精怪的，虽然不用门钉，而用玉盘，但这恒久纵期的，终究摆脱不了中原文化的影响。这些似乎是西夏门，师傅可否认得？西夏当年东进黄河，西至玉门，南接萧山，北控大漠，以宋辽成鼎立之势，非常强盛。昔年我曾经过手西夏几件古物，对西夏文略懂一二。这墙上所刻的乃是大藏经，想必是源于宋朝的开宝藏。请问，那上面可有开门的线索？梦寐以求之物近在眼前，尤其不可急于求成，乱了方寸。弟子谨记师父教诲。这些玉盘绝不可轻动，一般泄密之辈用力破门，一定会触发机关。其他的自认为懂得风水八卦的人，想利用玉盘妄开秘门，恐怕会遭遇不测。这西夏人规模不大，可不止惊奇。这用了之后，就有永杀如烟之类的绝户机关。最稳妥的办法，只有从墓道下面进去。墓道下面？没错，墙上的大藏经已经暗示了机关所在。卧佛慈悲，讲究的是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一起回头看看，刚才那些机关砖块是有别有深意。
师呢？别碰！西夏文化自有其神秘之处，此物我未曾见过，千万不要乱碰，免得多生事端。原来马可波罗的游记都说的是真的，神奇的东方果然遍地荒街。哎，那么多的城堡，我能不能拿一两件？我的意思是，等我们出去的时候，让我可以建起一个学校，让那一些可怜的小孩吃饭、上学。这些都是中国的国宝，不能流落海外。我出家前小有薄产，若你真的想做这个善事，我会倾囊相助。凶之穴，在这下面所有的法器都会失去作用。魔界一辈历代相传，凡遇到这种情况，绝不可下目。况且这边的黑佛也异乎寻常。莫珍珠，别碰，这是用腐玉雕成的，你一碰就会化为脓水。左边长明灯低了半寸。
终于找到你了。站住！绝对不能走了，快退！高祖本招募珍珠几千年了，牺牲无数，如今就在眼前，我如何能退？请师傅带着两小子先走。蜡烛，规矩不能坏。是。鹧鸪哨以为数千年的寻找即将得愿所偿，却只看到一块刻满了异纹的龟甲。他失落至极，一口鲜血喷在了龟甲之上。涂什么东西？怎么会是金丝呢？王大师，你也别太执着，尽人事顺天命就好。龟甲上多次出现木尘珠的符号，一定跟木尘珠有关。你先拿好，等出去后，找一个能人异士医好了异纹，一定能够找到木尘珠的下落。多谢师傅。其实我早已经习惯了，本以为这是最后一次。火的温度吸引那个黑影，一旦有人借光燃起火把，就必死无疑。心下我火的很。后面呢？他们找什么呢？人。快找师傅，走。
将军，你呢？快点上去！怪我，都是怪我。如果你们不带我进来的话，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。都是怪我，怪我，是怪我。将死之人，师父不也搭上性命救我？还没有传给你，你去找金算盘，此人呈商贾打扮，常在黄河两边活动。他善星象风水，可有的师傅长山莲子，相体并论的。
鹧鸪哨走遍了黄河两岸，也没有找到摸金校尉金算盘的踪迹，更无从解读龟甲上的密文。适逢乱世，鹧鸪哨心灰意冷，便接受了托马斯的邀请，移居国外。后来，我外公就定居田纳西州，开了一家贸易公司，再也不管这些事情了。你外公真是个英雄啊，竟然用了一辈子的时间寻找木尘珠。什么木尘珠啊，凤凰蛋，我以为只是民间传说呢，都是没影儿的事儿。本来还想跟二位爷多亲近亲近，没成想啊，让你们二位摊上这事儿。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我们摊上了啊？说来说去，还是说那珠子找不着呗。那你这叫什么屁线索？杨小姐，你得这病是遗传，可以理解。那我跟胖子怎么就能染上呢？我怀疑木尘珠曾经出现在精绝鬼洞里，它的病毒附在空气中，而你们两个刚好当时都受伤了，所以就被感染了。啊，照你这意思，这木尘珠不是什么宝贝，只不过就是病毒源。很多专家都这样猜想，但是因为谁都没见过木尘珠，所以不敢下定论。如果是病的话，就不能治吗？我外公也曾经尝试过很多的方法，都没有效果。即使往人身体里注射铁剂，最终因为病毒的原因被排斥，不能吸收。所以只有找到病毒的根源，研究它的特性，找到进一步的解决方法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先找到木尘珠。我可这怎么都是个死是吧？亏我还在这虚心听了半天呢。胖子，收拾东西走人。哎，不是，怎么着的？这是拦着我啊！咱不找木尘珠了，找什么找啊？瞎折腾什么呀？踏踏实实回去过2年好日子不行吗？这也是死，那也是死，还有什么辙呀？胖子啊，这事儿不能赖别人，要赖我，是我害的你。就是他了。哎，妈的，干嘛呀？这一惊一乍的，你干嘛？我自拍。不是，老婆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必须冷静，必须得冷静。给我看，不是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咱们该治病治病，该找药找药，是吧？你着急有什么用？咱把话听明白了再说呀。我听得挺明白的，这美国妞就是坑咱们，他想弄死你，知道吗？你们二位怎么还把词儿给换了？这没你事。哎，这句词儿没改。老我认为啊，杨小姐肯定不是这样的人，是吧？哈，你想，人家不远千里来找咱们，人家图什么呀？这事一定有解决的办法。是吗？是。真的假的？真真的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就是我说的。得嘞。不好意思啊，杨小姐，咱接着聊。胡爷，您这唱的是哪出？什么唱哪出？我要不帮你把这火撒出去，你他妈废话比我还多呢。赶紧坐着。是吗？听着，哎，滚！我觉得大家先不要太绝望，这次多亏了孙教授帮我翻译了龟甲篇上的文字。原来我外公留下的是一半的龙骨天书。龙骨天书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龙骨天书，无价之宝啊！孙教授，您是这方面的专家，还是由您来说吧。有消息吗？那就长话短说吧。文字在最初其实是有8种读音，除了我们现在用的平上去入这4种以外，还有4种被当时的统治阶级所垄断，成了一种机密语言。而这个龟甲上的符号正是这种密文，我也是研究了一辈子才有了些成果。可以说现在世界上也只有我能看得懂这龟甲上的内容。
那这龙骨天书上说的是什么呀？事实上啊，龙骨天书它有一段野史，是关于风水大师李淳风的。李淳风曾经受唐太宗李世民之命寻找木尘珠的下落，他耗费半生，终于找到了记录有木尘珠下落的龙骨天书。李淳风潜心研究，终于顺利破解，得知了木尘珠的下落。但此时李淳风的思想已经有了变化，他认为木尘珠如果再次现世，对皇帝和百姓都不是件好事。他把龙骨天书一分为二，将无关利害的一半献给了李世民。这一半龙骨天书一直藏在唐宫深处，后来唐朝破灭，这块龙骨天书便辗转流落到西夏霸主李元昊手里，这就应该是我们手里的这一半。至于他藏下的另一半，据说是被他带进了自己的坟墓。只不过外公留下的这一块龙骨天书记载的是木尘珠的外形，如果能够找到另外一块，我想就应该知道他的下落了。这李淳风的老家就在古兰县境内，他死了以后肯定落叶归根，所以他这墓应该就在这附近。没错，所以孙教授第一时间向文物局报备，我们就立刻赶来了这里。只是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你们几个。红班的事情我一直于心有愧，我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，打算一个人去找木尘珠，无论花费多少时间，我都要把它找出来，给你们一个交代。哎，杨小姐，红班这事儿呢，你不是有意而为之，所以我跟胖子不会太在意。但有一个，要找李淳风的墓，咱们得一块儿去。老胡，哎，那红本本来是他害咱们得的，咱们干嘛跟他去啊？啊，哎，这路上要是有个闪失的，我跟你说，哎，咱俩50岁可都活不过去了。没事吧你？之前一直鼓励我寻找木尘珠，现在怎么了？变卦了？我不是变卦，以前咱不是不知道罪魁祸首是那美国妞吗？现在既然话都说明白了，那谁捅的娄子谁负责呗，让他找去，咱干嘛跟着冒险？他说的没错，我已经害过你们一次了，这次就不连累你们了。胖子，我告诉你啊，咱们呢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谁都离不开谁，有任何事情就应该一块商量，一块想办法，只有这样成功的概率才高，明白吗？明白什么呀？你早点得害死。几位，我说句丧气话啊，你们看看，这古兰县周围有多少墓葬群呀？咱上哪儿找李淳风的墓去啊？我琢磨着，这李淳风也算是摸金校尉半个祖师爷了。他这个墓啊，一定是经过精挑细选的。这倒是，这李淳风啊，可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寿终正寝的风水大师。这么说，我们就是要在这儿找到最好的风水位，是这个意思吧？风水呢，都是因地制宜，谈不上哪是最好的风水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我那半本16字阴阳风水秘术里边写到过一个风水位，叫做内藏渊。所谓其源自天，若水之波，风水上有气处之象。这内藏渊奇就奇在，明明是顶级风水位，但从外表上，那是一丁点也看不出来。这内藏渊呀，我也听过那么一耳朵，据说里边有泉眼，深藏不露，十分奇特。总的来说，就是要在这古兰县里面找到内藏渊的风水位，这就有可能是李淳风的墓穴。哎，
咱们头了去了鱼骨庙底下不有墓吗？再往下没准就是那李春风的墓了吧？胖爷，哎，咱在鱼骨庙发现的墓那是西周墓啊，李春风的墓那得是唐墓，能一样吗？差不多吧，差不多啊，差得远了啊。稍有闪失，无伤大雅。没事儿，实在不行，咱们就把这儿所有的地形给它勘察一遍，大不了就把古兰县里边所有的唐墓扫一圈，翻个底儿朝天。那咱这样可是大海捞针呐！怎么着，瞧不上自个儿啊？不是，胖爷，这次可是国家文物局的孙教授配合咱们替国家进行文物发掘工作，连我大金衙一介平头百姓也义无反顾舍命陪君子了。怎么着？您有参军梦想的人怂了？我怂？不能够。孙教授说了，王岭迷窟地势特殊，容易塌陷。如果真能找到李春风的墓穴，进行科学的发掘，也是对国家文化资产的一种保护。都听见了吧？放心吧，杨小姐，都歇着吧，明天一早出发。行了，姐，长得跟鸡子似的，就是。你别拿豆干不当干。找不着，凭什么我能找着啊？是吧？要说我这辈子也够背的，想当兵吧没当上，做个小买卖也没挣什么钱，好不容易这次跟老胡有这么一能显当代的事儿，我还遇上这。我这次要是真回不去了，就连我妈做的炸酱面也吃不上了。我这次要是能回去，我再也不嫌你做的炸酱面难吃。要说我也真不孝，这么多年也没给你娶个儿媳妇，给咱老王家留个后晌。谁？我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请了你这点出息。你听着什么了？没听见什么呀？好像就听见什么炸酱面娶媳妇儿。什么叫炸酱面娶媳妇儿啊？行，你惦记那美国妞，你不行我惦记媳妇儿。别瞎说，谁惦记他了？哎，你爱惦记什么惦记什么，别惦记人家老乡家的羊啊！啊，谁惦记羊？哎呀，哎。哎，归你了，还有一根桂花。嘿，难得嘿。哎，这还能抽吗？抽不了了，点都点不着，闻闻得了。啊。哎，胖子。嗯。你还记得小的时候你在院里老挨揍那会儿吧？你说这话我就不乐意听嘿。什么叫我老挨揍啊？要不是你小时候长得跟韭菜苗似的，老受人欺负，我至于挨个找人打架去啊？得，我还记着有一回我那包让人给抢了，一拎块板砖就奔人家去了，让人家那哥5个揍得跟血葫芦似的，那血流着，一直滴到我们家门口。哎，我记得当时天特冷，你把包给我的时候，都让你给捂热了。我当时真是不知道那哥5个都在家。哎，他们家最能打的是那小的，那家蹦起来拿板砖拍我，手那叫一个黑。哎，你还好意思说我让人家给揍了，你愣下了1个礼拜没敢上学。哎呦，瞧你那出息那怂样！我不是1个礼拜没敢上学，你不知道，我也找了块板砖。
这我还真不知道哎。怎么你替我报仇去了？没有，我给自个儿来了个自拍。你给我疼的，那大包1个礼拜都没好，跟脑袋上顶着一寿桃似的，我怎么上学啊？你有病啊！你那板上拍自个儿。我不就想知道你当时有多疼吗？胖子，咱哥俩都从鬼洞里爬出来了，就真没什么可怕的了。你要是把我当哥们儿，你信我，我保证把你工工整整、全须全影的还给你妈，而且让你拿炸酱面娶上媳妇儿，行吗？你要是有个3长2短的，我还怕没法跟你妈交代呢。哎，你在北京干那点事儿，我可全知道。你没事就去接近那对孤儿寡母的，你不就是为了图一个心理安慰吗？你接济得过来吗？你怎么知道的呀？我什么不知道啊？要这么说，老胡你还真不能死。你说你要没了，你那些牺牲了的战友是不是挨个得从地底下爬出来把我给掐死啊？滚蛋！我就是想说，不就一什么破病吗？咱把那珠子找着了，不就结了吗？对吧？对，给他找出来不就结了吗？胡，老胡，老胡，胡八一，老胡，胡八一，怎么了？看上老胡了吗？怎么一大早就见不着人了？没看见呀，是不是出去了？你赶紧回去看看，你带的装备少了没有？老胖爷，老胡呢？没见着啊，锻炼去了吧？别胡说，他从来不锻炼。嘿，大活人还能丢了？绳索、工兵铲、手电筒全都没了。坏了，肯定是昨晚自拍那事没聊明白，他自个儿找墓去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他一人送死去。哎，别慌，听我说。一种可能，他直接奔野外的墓葬区去了，你们俩去那儿找。那你呢？还有一种可能，如果我是他，我会先去县城打探李淳风墓的消息。马大胆他们不是在找你们吗？所以啊，县城只能我去。嘿，杨小姐，您是人漂亮，脑子更漂亮。甭废话，赶紧走，带上我英雄装备啊！哎，得嘞。怎么了？胡八一不见了，我们得去找他。那我也。您就在这儿休息吧，外面路不好走。那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嗯。您歇着我们走啊，小心点啊！得嘞。老胡，胡爷，胡八一，胡爷，老胡。金爷，这附近应该就是墓葬聚集区了。好了，这崇山叠岭的，咱上哪儿找去了吧？边走边找吧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老胡，
我呀！这天大地的，老胡你在哪儿了？哎，我胖爷，哎，那是个活物吧？啊？是，还动着呢。老乡，老乡，老乡。老乡，站住！老乡，我就想问个道，我不是坏人，你躲什么呀？啊！我说胖爷，您别急，好容易碰见一活物，在这儿得吓跑了。哎，老乡，你别害怕啊，我们就想跟您问个人啊，您见没见过一个跟我差不多高，比他瘦啊，跟我们俩似的，长得倍儿精神一男同志，您见过吗？我才刚从地里回来，有个人跟我问路了，好像就是你们两个说的这个人，那比你们俩长得都好看。那就对了，你确定那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是吧？差不了，他跟你们两个的口音是一样的。啊，您是在哪儿碰见的他？啊，方便给我们指个道吗？哎呀，那边岔路可多了，可是不好走了。这哪找的啊？不知道啊。反正我儿个没事，要不我带你们过个来？这一片我可是可说了。哎呦，太谢谢您了，那您带我们去吧。这下再跟我走吧。啊，你等等吧。可遇见好人了。您要这东西，我给您带过来了，您再仔细认认，看看是不是完璧归赵。果然没错。不光是这个，还有您那位朋友，我们把他给安葬好了。哎呦，那真是多谢啊！看来你们已经完全洞悉了老夫的盘算。我们找到这块蚊香玉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上面的气味有点似曾相识。正是当初您给我们算卦的时候同晚上的情况，而且这块玉佩是龙形的，我就更加确定您跟那位摸金校尉前辈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。因为在战国的时候，龙形玉佩都是成对的，只有贵族之间亲朋好友才相互佩戴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另一块龙形玉佩应该就在您老人家手里吧？你接着说。现在看来，您当初给我们算命的时候就已经摸清楚我们是摸金校尉了，所以才借着一张符把我们引导到鱼骨庙，为的就是取这蚊香玉。我们拿到蚊香玉以后，您还是有办法能够逼迫我们回来找您，就是因为您早就知道我们后背这块红斑会变成眼球的形状。老爷子，说白了，您这可不是好心点拨，您这纯粹是拿我们当枪使啊！哎呀，这本来是我死马当活马医的手段，并没有指望你们能够获得成功。可是你们还真的拿着东西回来了，这倒让我刮目相看了。反正我们不能白跑这腿吧，有些话我还是得问一下您。问，是不是关于眼球红斑的事情啊？红斑的事儿我们自己已经弄清楚了。哦，我想问的事儿是李淳风的墓在古兰县什么方位，希望您指点指点。我只是一个瞎老头，这寻墓探穴之事，那并非老夫所长啊。老爷子，您就别跟我兜圈子了。您跟鱼骨庙下边那位摸金校尉的前辈都是朋友，这古兰县附近的大小墓，您总得知道一样，您就明说了吧。
李传峰的墓，您到底知道多少？这个嘛，我倒是从未所闻。哎呀，你看啊，你帮了我这么大的一个忙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可是你实在是爱我能助。胡阿姨，你怎么还信算命呢？